甚至不用说你是政治上的中国人，你只要认同你是中华民族就可以。这是习近平亲口告诉大家。马英九路线唯一的问题是时空环境变化之后，空间剩多少？不过至少马英九路线没有被否认。罗志强同志，你不是因为马英九你有今天吗？曾立文同志，你不是因为连战你有今天吗？郝龙斌同志，你不是因为你有父亲你有今天吗？他是不是带了马克沁机枪上场啊？如果上去的话，那可能这个党就散掉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向来支持交流与和平，但是历任党主席的主张各有不同。连战前主席是两岸的先行者，他主张两岸应该推动政治对话。马英九担任党魁的时候，两岸往来热络，他主张不统不独不武。而朱立伦主席他则认为两岸同属中华，义为体制，所以应该求同而尊异。国民党在失去执政权之后，对于两岸问题似乎也失去了主张跟定见。每次两岸发生重大争议的时候，内部往往出现歧见，对外也欠缺有力的论述及主张，两岸问题反而成了国民党的罩门，而显得进退失据。我想请问六位候选人，你们的两岸主张是什么？以及你们要提出什么样的论述，勇敢的说服党员及民众，国民党的主张最符合国家的利益？我对美国和大陆的立场是一贯的，就是亲美不贵美，和中不舔共，友日不媚日。台湾应该对美国和中国大陆维持等距友好的关系，这才最符合我们台湾的利益。我们在9·2共识一中各表的前提之下，推动两岸交流，大陆也要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而且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对话代替对抗，并澄清9·2共识不等于一国两制。民进党选择无脑从中，无耻贵美，都是不对的。未来在两岸政策上，国民党一定要勇敢的继续推动务实的交流，因为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是台湾生存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在交流中，我们既要强化两岸的友谊，更重要，我们要为台湾人讲出真心话。这就是国民党对美对大陆的态度。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可以站着握手，但不要跪着送礼。这个呢叫做反共不反中的优化版，和中不舔共，也就是说我不从嘛。但是问题是，这有具体可执行的能力吗？两岸问题把美国给拉进来的时候，就叫中美对等。但中美对等的前提之下是什么？那个是在20年之前，大概还有这样的空间。随着中国大陆的实力不断的增强，还有可能维持所谓的中美对等嘛？要怎么维持？美国也不要你对等，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认为会是一个很好的讲法，没有确切执行的可能性。整个两岸的客观形势在剧烈的变化当中，事实上不只是两岸，还包含大两岸，也是太平洋两岸。美国跟中国的实力的天平，在第一岛链甚至到第二岛链，也在极度的变化当中。郝龙斌这种说法，相当于一定程度的忽略现在两岸的现实状况。如果你没有办法对现在的状况进行完整的陈述，其实你所主张的空口白话。克服自卑感，找回光荣感。我当国民党主席，我就是要找回国民党两岸政策的自信。国民党马英九执政那8年，两岸关系是最和平、最稳定、最繁荣、最友善。当时大陆民众形容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可是什么时候国民党对自己的两岸政策失去了自信，就觉得好像过去我们做9·2共识、做两岸交往的基石变成是错的。我曾经在总统府担任两岸政策的幕僚，实际参与工作，包括马习会前置的幕僚作业，包括23项协议的谈判，罗志祥都在里面参与。我非常清楚，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是最经得起检验。我们要捍卫的是一个不卑不亢的和平，两岸友善互动的交往，让我们下一代子孙永远不要面对像乌克兰这样的惨境，永远的离开战争。马英九路线唯一的问题是时空环境变化之后，空间剩多少？不过有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马英九去大陆还是受到相当高规格的接待，而且习近平亲自见了他，跟他谈了中华民族。虽然大陆的民间大概很难接受马英九路线再次复刻，可是马英九目前还是北京的座上宾。你说这个路线完全没有可能性吗？我觉得在北京可接受光谱里面，马英九路线还是有它一定的可接受性。罗志强沿用马英九路线，在大陆民间大概不会太受欢迎，可是只要习近平还在的一天，这条路还是通畅的。马习之间在去年还在闲谈，给予马英九这么大礼遇等级，就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至少马英九路线没有被否认，甚至认为它是一个可以作为范例的存在。你甚至不用说你是政治上的中国人，你只要认同你是中华民族就可以。这是习近平亲口告诉大家，就是中华民族。台湾不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两岸和平，年轻人不用上战场成为炮灰。两岸和平，台湾的经贸才有活水商机。我们要在9·2共识的基础上，重新大力推动两岸的交流对话。两岸要和解，要合作，开创100年的和平基业。在两岸同属一中的中华民国一中宪法底下，大开大合。我们不能够再自相残杀，两岸要强联手，1+1大于2。对岸不只是市场，包括人才、技术、文化、历史，都可以让台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傲视全球。我希望两岸的合作能够再创人类文明的新高峰。我也相信两岸的合作可以解决台湾非常多的问题，也可以让台湾的年轻人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发光发热，让全世界看到年轻人的新创，看到年轻人的博爱，看到年轻人的包容。中国大陆对台湾而言绝对是机遇，我们不要用无谓的仇恨将台湾推向毁灭，这是国民党庄严的承诺，我们一定要对抗。
其实他谈的都是比较软性的，他没有谈出一个政治的解决方案。其实从刚才看到现在，有政治态度表态的是郝龙斌，然后呢有政治暂时方案的是罗智强，他用的是马志强方案。政治态度那就是郑丽文，他主要谈的是在两岸交流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他没有直接去给你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也没有给你一个政治的框架，他谈论的是两岸携手共同美好的愿景，所以他是用愿景替代尖锐的两岸表态的需求。那这个软的来替代硬的，大陆方面会不会接受？其实郑丽文说过自己是中国人嘛，当你高举自己是中国人，然后高举自己是一中的时候，那他有一个可讨论空间，叫做两岸相向而行。这个其实是符合习近平在讲两岸将来要怎么做。我觉得郑丽文有区破一个关窍，就是我不一定要急着提所谓的两岸解决方案，符合现在大陆所谓的相向而行，心灵契合，来推进两岸实体环境氛围的变化。讲难听叫画饼啊，讲好听叫做愿景。民众党有不离不弃的小草，民进党则是有上街头的青鸟。那国民党在年轻族群这一块到底有什么？这会是国民党发展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隐忧。举例来说，之前在大罢免的期间，有支持者出来要声援被司法调查的国民党党工，但是我们看到其中年轻人是少之又少。有人会说，莱尔校长系列最近在网络上很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主要还是建立在对于民进党缺失的一些质疑，能不能转换成支持国民党，这会有很大很大的疑问。如果没有能力取得年轻人的支持跟信任，国民党的未来很可能不是萎缩，就是会被民众党来取代。6位都是要角逐国民党党主席大位的人，应该要很清楚知道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然后不支持国民党。面对年轻人的排斥，又有什么具体的解放？来了，张老师要开炮了。方法都错了。任何参与权、有发言权，他才会有归属感，他才会有荣誉感。青年的问题是青年的声音可不可以被党中央听到？不要说年轻人了，连我张亚中，我是台大教授，上一次党主选举第2名，但是党中央会理我吗？连我都不会理，你认为他们会理你年轻人吗？他们关心的是你是谁的人马，与谁有关系，不然在党内真的很难出头。在座各位，罗智强同志，你不是因为马英九你有今天吗？郑丽文同志，你不是因为连战你有今天吗？郝龙斌同志，你不是因为你有父亲你有今天吗？今天党中央可以随便更改时程、选举条件，也随便给一个参选资格，这不是公平政治是什么？年轻人会喜欢吗？今天年轻人对于党的政策有决定权吗？有否决权吗？党中央的中常会，年轻人能够改变吗？党员能够有不同意见吗？对党主席能够行使罢免权吗？猛，他是不是带了马克沁机枪上场啊？这是上来骂人的哦。老实讲啊，如果张老师用这种态度选上国民党党主席的话，国民党大概也要分崩离析啊。我不是要贬低他，但是每一场都在骂同志，那将来他可能也会在选后呢，就是跟他意见不同的人就被他开刀嘛哈。对于说看这场歹戏拖棚的党主席辩论来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这是我的嘴替，这种扫射他并没有建设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它还具有破坏性，确实点出了一些国民党的问题嘛，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里面有一些论资排辈的过程的话，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取得一些话语权。你想取得话语权，你就必须要拜入某个门下，或者是某一些特别的出身，这确实是国民党长期的问题。但是这样长期的问题，那它会有强烈的反噬作用。如果上去的话，那可能这个党就散掉了。大家期待的是新思维、新气象、新作风。在我参选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年轻党员的高度支持。在我参选的过程当中，在网络上面获得了年轻人高度的重视跟热议，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国民党可以让郑丽文顺利当选党主席，相信年轻人会重新对国民党感兴趣，重新对国民党有所期待。丽文担任党主席，告诉年轻人，我们未来会高度的重视他们。我们不是利用年轻人，我们更不是讨好年轻人，我们要给年轻人舞台、机会、支援，让他们能够历练成长。各种的公共议题、公益活动，乃至于政策的制定到执行，年轻人需要机会、需要历练、需要成长。所以国民党要相信年轻人，从支持郑丽文当选主席开始。郑丽文的做法蛮粗暴的，他是典型的用领袖魅力去带动整党，这个对自己是很自信，没错。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弱点，就是那如果郑丽文下去了，那国民党有没有办法整体系？其实老实讲，做粉圈这件事情来说，做的最成功的其实是民进党，民众党还不及民进党，因为民众党主要是围绕着柯文哲去打造，那所以这一点它还是有根本的差异在。进入了重头戏，也就是候选人的互相诘问。每一位候提出您的问题。之前的辩论很遗憾的，包括今天大家都不知道9·2共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却拿着9·2共识要跟大陆交流，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荒谬。我请教郝市长，你到今天还是坚持柯文哲独立厂商上百亿吗？郑丽文委员，我想请教您到今天还是坚持柯文哲比垃圾还不如吗？罗智强委员，我想请教您是不是总理的信徒？如果是，你到今天还坚持要跟着黄国昌主席要变更五权宪法的国体，要废除监察院吗？同样的，我也想了解你的民主素养。你曾经在参选时做过庄严的承诺，你曾经说要征召卢秀燕，现在还算数吗？在你的竞选公报上说，你当了党主席会采用征召本党的总统候选人，现在你还坚持这个主张吗？同样的问题，我也想听听其他几位的看法，谢谢。关于监察院，我想可能你没有看清楚我的主张。我的主张是要恢复监察院民意机关的地位，这才是国父五权宪法的精神。但我的主张是监察院监察委员民选，这本来我们监察院过去就是民选，间接民选，征召也有程序啊。我说过了，会找9家民调公司，针对有意愿的人来确定现在的共主卢秀燕，她是不是就是真正的共主。但是在座几乎每个人都不否认，现在的共主就是卢秀燕，想办法帮助
我们的太阳，打赢选战才是重点。罗志祥有点气，我以为这次有忍住脾气，不错。我也是比较赞同罗志祥的说法了，监察院要民选化了，因为民选化才能真正发挥监察的能力，而且有授权嘛，有人民授权，他的监察能力才会出来。这一点我也觉得是非常的好。张教授给我一个澄清的机会，因为柯文哲说国民党是垃圾，所以我说他连垃圾都不如。在2次市长的选举，柯文哲第1次选市长，我支持连胜文；柯文哲第2次选市长，我支持丁守中。所以在过去，我们曾经是敌人，国民党跟民众党，或者是跟柯文哲在选举之间针锋相对。但是这并不代表司法可以随便迫害政治议题，这也并不代表我们的检调、我们的法院可以无端的羁押柯文哲超过1年。所以我到土城看守所外声援柯文哲。民进党要团灭在野党，我们当然要团结在一起。过去即便有分歧，今日我们必须要蓝白合，没有团结，没有办法稳定的、成功的下架民进党。我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看破了民进党的贪腐、台独的不可行，离开了民进党。我在国民党最危险的时候，在野的时候，参加了国民党，正是连主席的感召，因为对两岸和平的许诺，所以我投身两岸工作，感谢连主席。哇，这个回杀球很强所以丽文姐真的是遇强则强啊，这一次回得非常的好，反击打得非常漂亮，而且承认过去，面向未来。第二个，针对最近其实就是郝龙斌啊，去打郑丽文不够蓝的这个问题，郑丽文回答的也非常的屌，等于说他投身蓝是因为看破绿的虚假，在蓝里面他所要的是一个愿景的实现，而这个愿景的实现里面呢，他特别去讲两岸和平这件事，又可以得到大量的关注两岸的人的一个支持，我觉得这个是相当聪明的一个方法。整体来讲，这一场确实还是有爆点，爆点就是张亚中这一场呢，张亚中呢把第2场的愤怒值再调高一个档次，更凶更猛。可是必须讲，你都是这样子在打，如果真选上，你能团结党内吗？我完全怀疑。有些提问跟攻击已经接近于对人格的抹灭，这个点可能会让其他人更加愤慨。郝龙斌基本上全程都念稿为主，你很难从当中感受到郝龙斌他到底自己是怎么想的可能这个是他的团队怎么想，这是一个点。但是他团队就包含赵少康嘛，所以到底是郝龙斌选还是赵少康选会被人家质疑。罗志强主要还是在他的个人风格的延续，也就是说他喜欢讲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故事，然后借由这个人生经历故事去回答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而引导出他想要的答案。但是呢，人生经历故事要怎么讲的这种悦耳动听，去吸引到更多人呢？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事件。对于强哥来讲，后面要怎么样让他的人生故事可以有更多吸引人的部分，或者是借由这个互动当中让大家会有一种共鸣感，我觉得这是他在辩论上面呢更需要加强的。